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，三生三世，很多人把它当成浪漫的誓言，当成情爱里的承诺。可是真正的三生三世，不只是爱情故事那么简单，它是一种时间观，是一种因果观，甚至是一种对命运的理解方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第一次见面就觉得熟悉？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伤害你，却让你莫名心痛？为什么有些关系明知道不该靠近，却偏偏走得很深？佛经有云，世间所有相遇皆有因缘，所谓缘不是突然，所谓爱也不是偶然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看不见的过去误认成了此刻的心动。古人常说，前世500次回眸，才换来今生1次擦肩。这句话听起来很诗意，但它背后是极其深的因果逻辑。在佛法里，生命不是一条线，而是一段又一段的延续。这一世的你并不是从零开始，你的性格，你的偏执，你的恐惧，你的执念，甚至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，都不是临时生成。它们像一条暗流，来自你不知道的地方。三生并不是简单的3次生命，它象征的是时间的轮回，象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连续。三世因果，经书里讲得很清楚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一种对行为负责的智慧。很多人谈三生三世，只谈情，可真正的三生三世是因果不灭。你今天遇到的爱人，也许不是来成全你的，而是来偿还的。你今天失去的朋友，也许不是离开，而是债已还清。你今天无法放下的人，也许不是深情，而是执念未了。我们总以为自己在选择，其实很多时候是因缘在推着我们走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哪怕理智告诉你不适合，你还是舍不得离开；有些人明明条件很好，却始终走不到心里。佛家有一句话叫做业力牵引，不是喜欢才靠近，而是欠了才重逢。如果没有前因，今生不会那么深；如果没有旧债，何来难舍？当我们说三生三世，其实是在说一条很长很长的路。这条路上，我们不断相遇，不断分别。有些人陪你一段，有些人陪你一生，有些人陪你几世。我们之所以痛，是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一世，我们以为这就是全部，可也许它只是一个章节。你此刻的悲伤，也许不是终点，你此刻的失去，也许只是转身。真正理解三生三世的人，会慢慢放下怨，因为他知道万事皆有因。真正明白因果的人，会开始负责，因为他知道来世还会再见。三生三世不是浪漫，是清醒；不是誓言，是承担。我们这一生总是问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得不到？为什么我这么付出却被辜负？为什么他轻易离开，我却痛到深夜？如果只看这一世，你会觉得不公平。可如果把时间拉长，也许一切都有来处。经书里讲轮回六道，人间只是其中之一。你在这里遇见的人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；你在这里经历的苦，也并不是第一次承受。只不过我们忘了自己来时的路，也忘了曾经的承诺，所以我们才会执着，才会抓紧，才会以为这一次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。可如果真的有三生三世，那每一次错过都是因果成熟的节点。有些缘分会在某一世开花，有些情感会在某一世终止，有些人只陪你到这里，有些人还会再见。
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拼命抓住，你会学会珍惜，也会学会放手。三生三世不是告诉你等，不是告诉你一定会重逢，而是提醒你这一世的选择很重要。你对谁温柔，你对谁冷漠，你伤害谁，你成全谁，都会成为下一次相遇的因。所以我们说三世因果，不是为了恐吓，而是为了觉醒。一个人真正成熟，不是因为他看过多少风景，而是因为他懂得今天的一念会延续到未来。如果三生三世真的存在，那么今生就是最关键的一生，因为你终于有机会停止纠缠，停止报复，停止执念，把未了的缘好好处理，把该还的债慢慢偿还，把该说的话说清楚，把该放的人放下。很多人问，缘分到底是什么？缘分不是命中注定的甜，缘分是命中注定的功课。有的人是来教你爱，有的人是来教你痛，有的人是来教你放手。如果你只看到甜，你会沉迷；如果你只看到痛，你会怨恨。可如果你看到因果，你会成长。三生三世真正的意义不在浪漫，而在修行。修的不是别人，是自己的心。你若心不变，轮回再多次也只是重复。你若觉醒一次，一世便已足够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这一生好像一直在重复同一种故事，换了城市，换了工作，换了对象，可最后受伤的方式却几乎一样。好像命运在绕圈，好像自己总是遇见同一类人。有人总是爱上冷漠的人，有人总是被忽冷忽热牵动，有人明明渴望稳定，却偏偏走向动荡。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眼光不好，是不是运气太差。可佛家讲众生随业流转，所谓业不只是行为，还有念头，还有习气。一个人若内心深处藏着匮乏，他就会被忽视吸引；一个人若害怕孤单，他就会容忍伤害；一个人若执着被爱，他就容易失去自我。你以为你在选择人，其实是你的业力在选择。这就是三生三世里最难看见的一层，不是别人对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内在的未了牵引了相似的剧情。很多人说爱情像劫，为什么像劫？因为劫是躲不开的，它不是偶然撞上，它是因缘成熟。古人讲冤亲债主，听起来很重，可它真正的意思是彼此之间有未完成的因果。有些关系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吸引，像火一样，明明知道危险，却忍不住靠近。那不是深情，往往是未还清的业。所以有些爱甜得很快，也毁得很快，像是急着完成某种偿还。当债清了，人就散了，留下的只是你无法理解的失落。如果你把三生三世当成诗，你会沉迷在重逢的浪漫；可如果你把它当成因果，你会开始问自己，这一世我要重复还是了结？很多痛苦不是别人给的，是我们一次次选择熟悉的伤，熟悉的冷淡，熟悉的不被珍惜。因为那种感觉早已存在很久，它像一种习惯，甚至像一种安全感。你会发现，人最难放下的不是幸福，而是痛。因为痛让你确认自己还在抓着什么。三生三世的轮回不只是身体的轮回，更是模式的轮回。如果你没有觉察，你会在不同的人身上经历同样的剧情，换汤不换药，直到某一天你终于停下来，终于问一句，是不是该结束了？佛经有云，一念觉即菩提。觉察的那一刻，
就是转折，不是靠换人，不是靠远走高飞，而是靠内心真正明白，有些爱不是来拥有，是来清算；有些缘不是来陪伴，是来提醒。提醒你看见自己的执，提醒你看见自己的恐惧，提醒你看见自己的贪。三生三世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会再见，很多人误解，以为错过了来世还会相遇，可若因已了，缘就尽了；若业已清，便各自天涯。所以今生每一次相遇都是珍贵，也是严肃。你怎样对待别人，别人怎样回应你，都会在无形中种下种子。你种的是温柔，未来遇见的大多是温柔；你种的是伤害，未来承受的也难逃相似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规律。很多人希望来世更好，却不愿在今生改变。可三世因果从来不是自动优化，它只是延续，延续你现在的念，延续你现在的心。如果你带着怨走完这一生，那怨不会自动消失；如果你带着执念离开人间，那执念会继续找出口。所以我们说，放下不是认输，是终止，终止轮回的惯性，终止反复的痛苦，终止不断纠缠的故事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，你会开始珍惜当下的每一次冲突，因为那不是单纯的争吵，也许是你们几世以来的旧账。当你愿意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包容，也许某段沉重的因果就在这一刻松动。有人问，如果一切都是因果，那努力还有意义吗？当然有，正因为有因果，每一个念头才重要，每一次选择才关键。你不是命运的奴隶，你是因的创造者。三生三世不是宿命论，它是责任论。你现在怎样活，就会走向怎样的未来。也许不是明天，也许不是这一世，但一定会回到你身上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会慢慢放下包袱，放下比较，放下计较，因为你知道所有回报都有时间差。有些人这一世风光，不代表永远风光；有些人这一世吃苦，不代表永远吃苦。时间很长，长到足以让所有因果成熟。所以真正的安心不是求好运，是种好因。真正的踏实不是抓住谁，是修好心。三生三世说到底是一场关于觉醒的旅程，不是为了让你沉溺在前世今生的幻想，而是让你明白今生是改变轨迹的机会。如果你一直觉得某段关系像命，也许它真的是命，但命不是要你沉沦，命是要你醒来。醒来看见自己，醒来看见重复，醒来看见那些一直不敢面对的内心。当你能看见，轮回就开始松动。有一种痛比争吵更深，有一种遗憾比背叛更重，那就是明明彼此深爱，却走不到最后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关系？两个人之间没有太多恶意，没有谁刻意伤害谁，甚至连离开都不是因为不爱，可偏偏就是走散了。有人说缘分不够，有人说时机不对，有人说现实太重。可如果放进三生三世的视角来看，也许答案更复杂。佛法讲因缘具足方能成就，爱不只是感觉，还需要业缘成熟。有些人前世结的是情缘，却未必结的是夫妻缘；有些人彼此深爱，却带着未还清的业。所以这一世相遇是为了再一次看清，不是为了永远拥有。很多人不愿接受这种解释，因为太残忍。明明那么努力，明明那么认真，为什么还是失去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失去本身就是功课。
有些关系的意义不在结果，而在过程。它让你第一次学会付出，让你第一次明白什么是心痛，让你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脆弱。你以为那个人是来陪你一生的，后来才发现他是来帮你完成某种成长。三生三世里有一种缘叫做果缘，像是火花，灿烂却短暂。它出现是为了点亮你，却不是为了陪你。若强求，反而会把火光变成灰烬。很多人把这种分离当成命运的不公，可若你从更长的时间看，也许这是某段因果的圆满。前世欠下的温柔，今生还给你；前世留下的遗憾，今生补给你。当那份情一还，缘也就自然淡了。不是谁变心，不是谁不够努力，而是因已了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离开之后，你反而更成熟，更懂得自己想要什么，更懂得怎样爱。这不是失败，这是完成。佛经有一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很多人只理解为世事无常，却忽略了另一个意思。梦里的相遇是真实的，痛也是真实的，可它终究要醒。醒不是否定，而是回到更清醒的层次。三生三世不是为了让你执着来世重逢，而是提醒你，这一世的相遇本就珍贵。若能走到最后，自然好；若走不到，也未必是错。有人会问，那是不是所有无法相守的爱都可以用因果解释？不是为了推卸责任，不是为了合理化逃避，而是让你明白，有些分离是尽力之后的放下，不是软弱，是懂得。如果你已经用尽真心，如果你已经坦诚面对，如果你已经尽力修补，那离开也是一种慈悲，对彼此的慈悲。因为强留只会让旧债变新债，让痛苦延续到下一次轮回。真正懂三生三世的人，不会执着于一定要拥有，他会更在意这一段关系里，我是否活得清醒，是否有成长，是否有把握当下的温度。因为时间不是线性的，它是循环的。你以为结束，也许只是转场；你以为永远，也许只是此刻。当我们说三生三世，不是在鼓励你等待，而是在提醒你珍惜。珍惜那些还在身边的人，珍惜那些愿意与你共度风雨的人，珍惜那些没有离开的时光。如果真的有来世，你无法保证还会以同样的身份相遇，也无法保证记忆还在，所以今生的拥抱才弥足珍贵。很多人沉迷前世今生的故事，喜欢听谁是谁的转世，喜欢幻想宿命般的爱情。可真正的宿命不是浪漫，是责任，是你必须面对自己的因，必须承认自己的果，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如果这一世你依然逃避，依然伤害，依然执迷，那三生三世只会成为重复的循环。可若这一世你学会承担，学会原谅，学会停止抱怨，那轮回就开始改变。也许你还会再爱，也许你还会再失去，可你的心已经不一样，那就是修行的意义。三生三世最深的一层，不是爱情，而是觉悟。当你终于明白，没有谁真正属于谁，我们只是彼此生命中的旅人，你就会轻一点，淡一点，稳一点，爱时不抓，走时不恨。讲到这里，也许你心里已经有某个人浮现，也许你开始回想那些来过你生命的人，那些让你笑过的人，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人。如果三生三世真的存在，那么今生是极其重要的一段，因为只有在人生这一世，我们才有机会觉察，
佛法里常讲人身难得，并不是夸张，而是提醒，在六道轮回之中，唯有人道既有痛苦，也有思考的能力，既会迷失，也能醒来。你此刻能听懂这些话，能反思自己的情感，能问自己为何反复受伤，本身就是一种机缘。很多人把三生三世当成情感寄托，觉得错过了还有下一世，觉得这段没修成，来世再续。可若真懂因果，你反而不会这样想，因为没有保证，没有人能保证下一世还会以相同的身份相遇，没有人能保证彼此还在同一个时空，更没有人能保证记忆仍然完整。所以真正清醒的人会把重心放在今生，今生的每一次相遇，今生的每一次冲突，今生的每一次心动，都不轻视，也不浪费。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都会成为未来的因，不是为了恐惧未来，而是为了珍惜当下。三生三世真正的意义是提醒你，不要把问题推给时间，不要把功课交给来世，能在今生化解的愿就不要拖，能在今生说清楚的话就不要等，能在今生放下的执念就不要留。否则所谓轮回，不过是同样的剧本，换了场景再演一次。有人问，如何结束轮回？佛家讲放下执着，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极难。因为我们太习惯抓住感情，抓住身份，抓住委屈，抓住对错，甚至抓住痛苦，好像只要紧握就不会失去。可越握越痛，越紧越伤。真正的放下不是逃避，而是看清之后的松手。你不再把对方当成唯一的救赎，不再把爱情当成人生全部的意义，不再用一段关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当你不再用爱填补空洞，爱反而变得纯粹。当你不再用占有来确认安全，陪伴反而变得轻盈。三生三世若存在，那真正跨越轮回的，不是两个人永远在一起，而是两颗心都成长了。你们可能在这一世相守，也可能各自天涯，可不管结果如何，内心已经不再重复旧的伤，这才是修行的圆满。有些人这一生一直在等一个人，等一个似曾相识的灵魂，等一个所谓前世注定的爱，却忽略了身边真实存在的温度，忽略了父母的付出，忽略了朋友的陪伴，忽略了那个愿意默默守着你的人。如果只盯着宿命，你会错过现实；如果只幻想前世，你会辜负今生。真正的智慧是在当下活得清醒。三生三世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觉。当你没有觉察，你会在同样的情绪里打转，在同样的模式里跌倒，在同样的执念里耗尽自己。可当你看见了，哪怕只是看见一点，轮回就已经开始改变。你开始不再责怪，开始理解每一次离开背后的因，开始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。因为你明白，也许你们彼此都只是彼此的功课。当怨慢慢淡去，心就轻了；当执慢慢松开，路就宽了。三生三世最终讲的不是爱情，而是心。心若清明，一世足矣；心若迷乱，千世也只是重复。所以不要急着问我们是否还会再见，先问自己，这一世你是否活得通透，是否有认真爱过，是否有真诚道歉过，是否有放下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不管有没有来世，你都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功课。时间也许会带走人，但不会带走你种下的因。因会继续，果会成熟，而你能掌握的永远是这一刻的念。
当下这一念是善，未来便多一分光；当下这一念是愿，未来便多一层阴。三生三世不在远方，就在你每一次起心动念之间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一件事，学会爱，学会放，学会承担，也学会结束。最后，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若有三生三世，愿你今生就把该还的还清，把该放的放下，把该爱的人好好爱，不要把遗憾交给来世。因为真正能改变命运的，从来不是轮回，而是此刻清醒的你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